正月初5清晨，临水镇家家户户都在放爆竹赶穷鬼。哎，你们看，财神庙里多了个奶娃娃。哎呀，肯定是被人遗弃的。毕竟这年头，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，被溺死和丢掉的女娃娃那是数不胜数呢。真是太可怜了，这小可怜劲儿的。你们谁家愿意收养这个娃娃呀？哎呀，我们家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了。我们家已经有7个孩子了，我们家连饭都吃不上呢。既然镇上没有人愿意收养他，那就由我拍板，叫他去当财神庙的守庙人吧。进香的时候添点香油粮，算是养着他了。可从那以后，镇上就出现了一连串的怪事儿。凡是去财神庙进香的人家，轻则缺胳膊少腿儿，重则家破人亡，最后全都搬离了临水镇。久而久之，除了大年初5这种大日子，大家伙儿都不敢往财神庙去了，对滚宝这个小娃娃也莫名的畏惧起来。财神爷保佑何家今年继续发财，我不贪心，只要200两。哎，可不能再让我家的人缺胳膊少腿了。何家杂货铺就是这里了。今年又是何家抢了财神庙的头香，可何老婆子那是出了名的抠搜，进香的时候连1粒香油都没给。滚宝着急接单，只好自己上门来讨。何老婆子听到门口的铃铛声，哎呦，坏了！送穷鬼，送穷鬼！老娘才刚送完，穷鬼就找上门了。大过年的，故意寻老娘晦气是吧？滚宝不是第一次被人扫地出门，站在原地没躲。左邻右舍听到动静，纷纷探出头来看热闹。听说今儿天没亮，财神庙的头香就让人点了。老何家的那头香该不会是你点的吧？还没添香油粮，要不然这小娃娃怎会上你家的门？是啊，这娃娃可是财神庙的守庙人，你连财神爷的人都敢往外赶，万一惹怒了神灵，不保佑你家了可咋办呢？何老婆子一听这话，眼神立马闪躲起来。什么破财神庙，老娘才不稀得去抢什么头香，更不会欠庙里的香油粮。自打这小穷鬼成了守庙人，那财神庙就跟瘟神庙没两样。我家二柱年前刚进完香，就被马车给撞了，治病花了20多两银子不说，到现在都还瘫在床上下不来。还有前年正月，我家大柱也是刚进完香，婆娘就被府城的恶霸抢去当了小妾，我男人还被生生打断了一条腿。至于年前和前年各得了50两银子赔偿的事儿，他是只字不提。大伙儿都知道何家那点糟心事儿，一时间倒是没法接话。老何家的，你家那些祸事儿也不能全怪在一个小娃娃头上吧？他才3岁大点儿，大冷天的为了讨口粮食也不容易。而且你都知道那财神庙是瘟神庙了，今年还偷摸着去烧头香，还不给香油粮，那不是自找的吗？何老婆子被偷摸2字踩了尾巴，心虚的差点跳脚。我就是偷摸去财神庙烧头香了，谁让那财神庙灵呢？我家大柱二柱让财神爷保佑发财，财神爷转头就各给了50两银子，就是这副作用有点大。所以他今儿趁着天没亮，逼着人去抢了财神庙的头香。哪曾想，就因为少给了香油粮，这小穷鬼竟然一大早就上门来讨。这财神爷显灵的事儿，可不能让镇上其他人知道，否则呀，财神爷怕是顾不上我们何家了。还是赶紧把这小穷鬼打发了。何老婆子愤愤地盘算完，横了眼众人，回屋去端了晚年30还没吃完的馊饭。吃，撑死你个饿死鬼投胎的！老娘是看你可怜才给你一口饭吃，不是欠你的。吃完了赶紧给老娘滚！滚宝看到饭饭，大眼睛里满是要接单的兴奋。饭饭。可下一瞬，何老婆子手一歪，故意将那碗馊饭倒在了地上。香油粮没有进到碗里面，那还算收了香油钱吗？
老何家的，这孩子大冬天的就想讨口饭吃，你不给就不给，倒在地上，这不是作践人吗？可真够缺德的，难怪他家大柱二柱没得个好，我看都是报应，还把气往一个小娃娃身上撒。何老婆子被众人讨伐，一时间气得嘴都歪了。馊饭怎么了？你们看不过眼，拿自己家的新饭给他吃啊！上下嘴皮子一碰，当大善人，谁不会呀？滚宝这下反应过来了。哦，财神爹爹教过我，接单要靠积极努力的。于是在何老婆子的扫帚落下来之前，滚宝飞快地将那坨馊饭扒进自己的大海碗里，然后哒哒哒地往财神庙跑去。接单溜，接单溜，接完这一单，我就可以开口讲话啦。夫人，您先在这儿歇歇脚，咱们还有半日就能到达青州了。将军看到您一定会惊喜的。这回您可得加把劲儿，争取和将军相聚的这半个月能怀上。哎，贵夫人羞涩地应了一声，随后在掉了漆的财神像前跪了下来，虔诚发愿。滚宝呲溜一下坐直了身子，摆好接单的姿势。戏女江云堂，知晓财神爷不管送子娘娘的事，但戏女发愿，愿用一生所想之财帛，换与夫君恩爱和睦，共御后嗣，求财神爷怜见。用钱换仔仔也不是不可以的。换个夫君行吗？滚宝正这么琢磨着，婆子从外面端了一碗黑乎乎的药汁进来。夫人该喝药了，这可是老夫人好不容易求来的生死秘方，老夫人特意叮嘱了，一顿也不能落下。滚宝小鼻子猛地嗅了嗅，觉得气味十分熟悉。这个不是我投胎到凡间的时候杀死我的那个仔仔嗝屁药吗？3年前他五感六觉初开，只隐约有些嗅觉，就闭着眼睛给自己选了个好闻的娘亲。结果投胎不足2个月，娘亲就撤回了一个崽崽。他在凡胎中闻了半个月的药味就嗝屁了，那气味他再投108次胎都能记得。滚宝生气地嘟起小嘴，抠下神像的大拇根就朝着婆子一扔。哎呦，连人带药碗摔了个狗吃屎。天天喝仔仔嗝屁药，就算拿金山银山换，也是没有用的。谁在说话？姨姨好像能听到我讲话。姨姨，听到滚宝说话你就拍拍手。滚宝未得娘亲胎中滋养，天生凡体残缺，如今3岁了，五感六觉仍旧不全，偶尔自言自语，别人也听不见。可是这个姨姨能听见哎。拍手，她真的听到了，是个奶乎乎的小女孩的声音。姜氏犹豫地拍了下手。听到滚宝说话的话，你就扭扭腰。扭腰？滚宝顿时更加兴奋，抱着破海碗就从神像后面噔噔噔地蹦了出来。哎呦，这庙里怎么有个小娃娃？也不知道出个声就冒出来了。我听镇上的人说呢，这财神庙里住着个守庙的小乞丐，瞧着脏兮兮的，应该就是这孩子。我就不是小乞丐，我是小财神。可婆子们根本听不见。夫人莫惊，我听镇上的人说，这小乞丐是个哑巴，突然抱着碗冒出来，估摸是饿了，想找咱们讨口饭吃。他说他是小财神，所以这事财神也显灵了。可这世上有这么幼小落魄但又能吃的财神爷吗？快将马车上的糕点拿过来。婆子赶紧去办，将糕点盒子提过来后，姜氏亲自挑了些软糯的放到滚宝的破海碗里。吃吧，不够的话姨娘这还有。又接单啦！香油粮收到，滚宝一定会帮姨姨实现愿望的。姜氏听到了他的话，也不知自己该不该当真，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。这时婆子又端着药进来了。夫人，老奴把碗上的药提前热了热，
等到轻，哎呦！话音未落，脚下竟又一崴，连人带药再次摔了个狗吃屎，趴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，疼得嗷嗷直叫唤。别，害人精，干脚脚！姜氏见此情景，瞬间想到了滚宝先生前说的那些话。莫非婆子这2次摔倒都不是意外？那我喝的药其实是……姜氏忽然觉得浑身发冷，强行镇定下来。陈妈妈伤了脚，耽误不得，今日就在镇上找个客栈歇下，请个大夫过来看看。这件事他得在到达青州之前查清楚，下人们赶紧去办。想到只有自己能听到滚宝说话，姜氏也觉得和滚宝有缘，便带着他一同去了客栈，还亲自给滚宝洗了澡。滚宝好香啊！姨姨也好香。姨姨胳膊上没有渣渣嗝屁药的味道了，香香的，而且跟滚宝选的娘亲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滚宝正疑惑着，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吵闹声，外头何事如此喧嚣？夫人，是镇上的杂货铺何家在闹事，听说何家老婆子一把火将财神庙给烧了，大家正跑过去救火呢。我的庙！姜氏也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烧神庙，震惊的不行，赶紧给滚宝套上他的脏衣裳。到财神庙的时候，镇上的百姓有的在救火，有的则围在一起看热闹。灾星瘟神，他就是个克全镇百姓的瘟神。老娘一大早来财神庙上投降，不到晌午就被这瘟神克得家破人亡。是他，肯定是他害了我何家。姜氏赶紧将滚宝藏到自己身后。我说老何家的，你家大柱赌钱欠了人银子，被人砸了铺子，卖了全家，这事儿怎能怪到一个小娃娃身上？也太不讲理了。是啊，你们何家缺了大德，遭了报应，也好意思往个娃娃头上赖。我听说大柱欠的还是恶罗霸的银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有本事一把烧了罗家呀！烧财神庙算怎么回事啊？他才不敢呢！你们没听罗家的打手说吗？何大柱的媳妇儿根本不是被抢去的，而是被何大柱卖给罗恶霸抵债的。何老头还嫌着媳妇没卖上价，死活多要了50两银子，这才被罗恶霸给打断了腿。幸亏大柱媳妇是个运气好的，现在已经是罗家的正头娘子了。听说啊，何大柱又欠了200两银子后，就答应用何家的铺子和身契抵债。现在何家一家人都是他的奴才喽。就何家那犄角旮旯的铺子，顶了天了也值50两银子。何家老两口加上大柱二柱2个残废，一人最多5两，能抵200两银子，算起来还是何家赚了呢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姜氏听明白了怎么回事，觉得滚宝着实冤枉，却听见滚宝小脸气嘟嘟的自言自语：是他自己说要200两银子，滚宝就给了呀，他也没说要指定到谁的口袋里呀。大柱媳妇姨姨也是何家人呐，也是他自己说不能缺胳膊少腿，不能卖零的，那就只能卖整的呀。滚宝有求必应，哪里不对啦？等等，我都听见了什么？哎，许的愿能撤回吗？何老婆子连同何家其他人很快就被罗家的打手抓走了。姜氏带着滚宝回到客栈，越想心越慌。滚宝疑惑地眨巴眨巴大眼睛，然后满脸无辜地摇头。那我能许得更具体一些吗？这个要求滚宝可以满足，掏出自己的大海碗往里指了指。哎，姜氏赶紧给他拿了几块糕点放进去，绞尽脑汁逐字逐句地补充：谢女姜云堂，年岁27，嫁入京城安乐巷北定将军府，非与我同名同姓的其他女子啊，愿用一生所想之财帛交换，并非要散尽家财落魄卖身啊，也不能落得缺胳膊少腿伤及发肤的下场。夫妻恩爱和睦，是指与我的夫君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身心都只有彼此，同夫君共育子嗣，必为与我夫君亲生，不论子女，只求孩子身心俱全。说完，姜氏还仔细梳理了一遍。姜云堂，财帛夫君子嗣，这下应该没疏漏了吧？见滚宝仍旧睁着无辜的大眼睛，他那口气又立马提了起来。
你能听懂吗？滚宝听懂了。没问题呀，姨姨没说不能换夫君呀。于是认真地点了点小脑袋。姜氏觉得自己如此行径着实荒谬，但他赌不起万一。这时派出去的心腹丫鬟戴巧回来了，神色悲戚又气愤，一进门就跪在了姜氏面前。夫人，奴婢悄悄找了3个大夫验药，那药根本不是什么求子偏方，而是避子用的，长期服用还会伤及女子根本。怎么可能？药是娘亲自为我求来的，她是我娘亲啊，怎么会啊？姨姨身上没有爹爹娘亲的财气滋养，你的爹爹娘亲不疼你哟。他自小流落在外，15岁才回到亲人身边，的确与双亲并不亲厚。可为了获得母亲疼爱，他对家人言听计从，无有不应，努力学着做一个大家闺秀，甚至代替养妹嫁入将军府，受了7年流放之苦。他娘不该这样害他才是。娘亲怎么能这样？姜氏心口发疼，想不通，却又觉得庆幸。幸好滚宝保佑了我。姜氏强按下情绪，你去买些干粮和小孩的衣裳回来，再去请一趟亭长大人，告诉他我愿出银子重修财神庙。夫人，亭长大人带着许多百姓围在客栈门口，说要找小乞丐。滚宝麻溜地从凳子上蹦下来，摇着铃铛就跑下去了。他一出现，亭长大人便带头退步好几远，2只手还直哆嗦，就差把害怕俩字写脑门上了。唉，亭长伯伯前年烧了头香，说想要过上天天数银子的日子，他现在每天都在衙门库房数银子呀，怎么还不满意？大人真的好难懂呐。亭长可不知道滚宝怎么想的，他现在只想赶紧把这个小瘟神弄走。滚宝啊，财神庙都被何家给烧没了，镇上考虑到庙里一直没什么香火，所以也不打算重新盖了。你自打落在咱们临水镇，就一直住在庙里，如今庙没了，你的去处可就成了问题。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？若我愿意出银子，且每年送来100两香火钱，镇上是不是能重修财神庙？亭长和镇上百姓一听，天都塌了。咱们不是都商量好了吗？只有能让滚宝离开临水镇，咱们愿意倒贴银子啊。这娃可真邪乎啊！何老婆子清早上香，晌午就落了个破家为奴的下场。虽说何家是罪有应得，可这多多少少也跟滚宝有点关系吧。而且呀，这娃越长大，祸事发生的越快呀。他要再在临水镇住一阵子，那整个镇子都能被他霍霍没了。亭长当即腿软，差点跪下，绞尽平生脑汁想出各种理由拒绝。这位夫人，其实财神庙那块地，官府早在2年前就准备征作他用了。咱们临水镇是个边关小镇，来往的人不多，香火也不旺，着实没有必要。如今财神庙被烧毁了，估摸着也是天意，府衙不可能再为了一个小娃娃继续拖下去。所以夫人的心意，咱们只能领了。民意和府衙态度如此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。那亭长打算如何安置滚宝？亭长紧张地在寒风中抹了把汗，小心翼翼地看向滚宝。滚宝啊，隔壁镇上也有个财神庙，你要不……滚宝一脸懵懂的样子，小脑瓜还没反应过来，姜氏却已经明白了。他们摆明已经商量好了，不想再让滚宝待在临水镇，否则哪怕给他一间破屋子也能继续养活。他们知道自己赶走的是什么吗？那可是财神啊！接财神啦！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找滚宝许愿的具体步骤。第一，扔掉脑汁；第二，将滚宝放进神龛，日日供奉，以显虔诚。第三，留下你们的香油钱钱。第四，在家坐等滚宝显灵。许愿须知，愿望必须服从调剂哦，而且过号不候。一个长长的么么么么么么么哒。姜氏心疼滚宝，心里突然起了个念头：滚宝，要不我……咦，要孩子吗？能养你的那种。亭长伯伯好像不想养滚宝了，
没关系的，姨姨要把一生的钱都拿来供奉滚宝，滚宝就直接让姨姨养就好啦。滚宝真是太聪明啦。姜氏听了这话愣住，因为滚宝竟是说出了他的想法。滚宝，你真愿意跟我走？滚宝开心的点头，还在姜氏脸上吧唧吧唧亲了2大口。姨姨放心吧，滚宝可会养大人啦。姜氏被他柔软的小嘴亲得心头软得一塌糊涂。我与滚宝投缘，且正好膝下无儿无女，可能收养他。能啊，太能了，这个，哎呀！庭长激动得差点哭了，生怕姜氏反悔，脚踩风火轮，立马去府衙取了滚宝的身籍，还有大伙凑的2两银子。拿着，都拿着啊！一股脑儿全塞进了滚宝的海碗里。第二天早晨，穿戴一新的滚宝睡在姜氏怀里，随着马车摇摇晃晃离开了临水镇。庭长带头目送马车出了镇子，老泪纵横。可算是走了，咱临水镇呐，不求发财，只求家家户户都能平平安安呐。收了2两香油钱的滚宝打着小呼噜表示：收到，临水镇一定会穷得很稳定的。临水镇距离青州城不远，但姜氏担心滚滚第一次坐马车受不了颠簸，改走了平坦的官道，今夜还得在驿馆住一晚。他现在已经攒满了66个功德，不仅可以长嘴，还能长耳朵了，就是不知道挑哪个好。乌鸦嘴、顶嘴、蜂巢必迎嘴，真是好馋一张嘴，只是一张嘴。顺风耳、读心耳、八卦专用耳。爹爹们给我准备的嘴巴和耳朵都好奇怪哦。上次长眼睛的时候，选了名字最短的那个阴阳眼，每天晚上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。那我这次就选这个名字最长的，这回肯定不会错。名字越长，肯定就越有用。就这个了。2道浅浅的金光在他脸上拂过，滚滚耳朵在长好的瞬间就立马支棱了起来。夫人，驿馆门口停着的好像是北定将军的马车，定是将军知道您改道，特意赶来接您了。夫君自调任青州驻守，一直军务繁忙，还能记得这点小事儿，真是辛苦他了。戴乔也替夫人高兴，夫人体恤将军，每年寒冬腊月都千里迢迢同将军相聚，将军自然也是将夫人放在心尖上的。而且满京城谁不知道，将军同夫人最是恩爱，京中那么多官员想往咱们将军府塞人，将军却一个都没收，还说这世上再无人能像夫人一般与他同甘共苦，将军府里永远只有夫人一个女主人。姜氏想到流放那7年同甘共苦的日子，觉得有夫君这些话，一切都值了。夫君待我不薄，而我却有愧于他，成婚12年都没能给他生个孩子，是我对不起他。这5年他奉命驻守青州，无诏不得回京，除了替他照应家中老小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了。滚滚小脑瓜里为数不多的智慧，却差点被这句话烧空了。什么？姨姨陪夫君流放吃了那么多苦，然后一个人在京中伺候夫家老小，每年还冒着严寒跟危险来青州探望，他还觉得对不起他呀。而且夫君就只是过来接他一下就辛苦啦。姨姨这个症状，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什么恋爱脑吧？爹爹们说过这种脑子很危险的。爹们说过这种脑子很危险的。对了，爹爹们怕我得了这个脑子，给我准备了好多护身符呢。滚滚赶紧在自己的海碗里掏啊掏，准备给姜氏贴上。这个不是这个。这时，一道略显尖锐的小女孩的哭闹声隔着一道墙传来。外祖母，我不走，凭什么每次姨妈来了，我
滚滚的小耳朵噌的一下再次竖了起来。将军府？哪个将军府啊？莹莹乖，过半个月爹爹就会接莹莹回去的。将军府永远是咱们莹莹的家，谁都抢不走。莹莹乖乖的，不要闹了好不好？外祖母，你骗人！奶娘都跟我说了，姨妈是来跟爹爹生孩子的。爹爹要是和姨妈有了孩子，就不会再疼我跟娘亲了。别听下人胡说，外祖母和爹爹都不会让你姨妈有孩子的，就算有了，也绝不会让她生下来。咱们莹莹才是北定将军府的嫡长女，谁都越不过莹莹去啊！爹爹，外祖母说的是真的吗？我都听到了啥？北定将军府，那不是姨姨的夫家吗？姨姨的夫君在青州早就跟别人有孩子了，还是姨姨的姐妹，怪不得姨姨会被不知不觉为了仔仔嗝屁药，原来是夫君跟亲娘联手害她。姨姨好惨呐！不可能，一定是听错了。青州地处边关，有许多将领和将军府邸，我应该是听错了。夫君他经常会给我写家书啊，他还说等攒够了军功，就向圣上请功调任回京，从此再不与我分离啊。夫君不会这样对我的吧？母亲，我已向圣上请旨，以军功求云溪为平妻，以后我们一家4口会留在青州，京城那边就劳烦您了。你放心，有我和你娘他们照应着，云堂不可能知道这边的事儿。姜氏耳边嗡的一声，已然听不见他们后边说了什么。为什么？夫君和我娘他们为什么？恋爱脑退，福禄财来，恋爱脑退，福禄财来。姜氏脑子轰隆一声，一股巨大的愤怒突然取代了心痛，瞬间将他淹没。我在京城替你照顾一家老小，你却在青州与我养妹逍遥快活，还想娶她为平妻，他们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姜氏的愤怒在这些念头的冲刷下已然到达顶点。哎，等等我！滚滚担心姨姨被欺负，又赶紧在碗里掏啊掏。这个不是这个。还没来得及掏出什么，就见姜氏抄起车里的马枪，伸手就将对面的马车捅了个对穿。叶向瑶一怔，随后表情心虚地唤了一声：“云堂。”夫君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何要如此对我？不好！退！滚滚差点咬碎了小米牙，赶紧蹦出来，啪叽啪叽，连着好几下，将所有的恋爱脑退服全部拍进了姜氏的身体。咦，他克你！叶向瑶一低头，就看到了指着他鼻子骂的小滚滚。这孩子怎么长得同我幼时如此相像？云堂，你先冷静，母亲还在这里，你知道她最讨厌你舞枪弄棒。叶向瑶清楚自己不是姜云堂的对手，但成婚多年，他最知道怎么拿捏他。果然，姜云堂听到这话，攥着长枪的手迟疑了一下。姜云堂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？做出这副杀人的模样，你是想弑母吗？我就知道，不是我亲自养大的，再怎么对你好都是枉然。这么多年，我只当自己生了只白眼狼，当初我就不该把你认回来。姜云堂身体猛地僵住，面对一声声熟悉的指责，他条件反射似的不知所措。太欺负神了！就你会打胎，就你会爸爸！滚滚气得在碗里一掏，一双无形的手立刻附在了姜氏的手腕上，长枪反手一挑一送，将叶向瑶打飞的同时，马车也被掀翻。咦，这个姨姨怎么浑身上下都是劫财之气呀？抢人家的夫君也就算了，还抢人家的小钱钱，简直就坏！他的耳朵也好奇怪呀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再看看。姜氏却在看到那妇人和男婴后，目光再难挪开，气得浑身都颤抖起来。姜云溪，
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，当初死活不愿加入将军府，闹得母亲逼我替嫁，如今倒好。江云堂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别以为我真不敢对你动手。江氏简直气笑了。夫君，我与你成亲12载，你可有一次这般护着我？以你的身手，何须我来护？云溪和你不一样，她只是个弱女子。夫君的意思是嫌我粗吗？流放那7年，我次次以身护你亲人，你当时可觉得我不够文弱？叶向瑶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将军从未嫌弃过姐姐，相反是姐姐从未给过将军机会，也从不顾及将军的颜面。江氏闻言愣住，刚要开口反驳，江云溪又先一步堵住了他的嘴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想说，你陪将军流放7年，与他同甘共苦，又在京中照顾夫君一家老小，劳苦功高，他就不该负你？可这一切不都是姐姐自愿的吗？将军可曾逼你为他做这些？姐姐仗着自己一厢情愿的付出，挣了贤名，捏住了将军的短处，不许他纳妾，否则便是薄情寡义。姐姐可曾想过将军的难处呢？叶向瑶却面色缓和，看着江云溪的眼中满是心思被理解后的温柔。滚滚歪着脑袋看了半晌，尤其盯着江云溪那时不时发光的耳朵。哦，读心耳，我选耳朵的时候见过跟这个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读心耳的作用就是能听见人家心里想什么。那这样的仙界法器怎么会长在一个坏姨姨的耳朵上呢？滚滚想也不想，从破碗里掏出一个巨大的巴掌，朝江云溪扔去。拿来吧你！哼！江云溪正同叶向瑶深情对望，突然被一个巴掌重重甩在了脸上，整个脑袋尤其是耳朵嗡嗡直响。云溪，你怎么了？江云溪耳朵疼得说不出话，只能不停地捂着脑袋摇头。云溪3个月前刚为我生下长子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要娶她为妻。你若有气，别冲我来，别伤害她。话落，便头也不回地进了驿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姨姨，你真的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先走流程。滚滚掏出大海碗走流程，江氏却将自己浑身上下值钱的东西都放了进去。姨，滚滚刚才好生气，把这个耳朵打坏了一点点，不知道还好不好用了。我先给你装上啊。我的耳朵！一瞬间，江氏感觉自己的听觉灵敏了许多，就连远处落雪的声音都清晰了100倍。哎，可怜的将军夫人，将军当初就是为了养外室才自请来青州驻守，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回京城。闹成这样，除了自己没脸，什么都落不着，何必呢？将军每年的家书都是我送的，嗨，那算个什么家书？那是西夫人找人临摹将军的字迹，照着话本子编的些酸话，也就将军夫人这种傻子会信。咦，那个小娃娃是谁？将军夫人的孩子吗？长得跟将军还有点像，可大伙儿不都说将军夫人是指不会下蛋的母鸡吗？女人真麻烦，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？西夫人可比这将军夫人懂事多了，难怪将军心里只有西夫人。江氏确定自己听到了说话的声音，可仔细看去，那些侍卫根本没张嘴。那声音是从哪儿来的？对了，咦，爹爹说过，人心里面说的话都是真的。江氏猛地捏紧掌心，指甲都要嵌进肉里。这个耳朵是从坏姨姨的脑袋上揪下来的哟。这一夜，驿馆端的是热闹非凡，江老夫人的呕吐声和小孩的哭闹声折腾了大半宿。滚滚则着迷地吸着姨姨的体香，撅着屁股睡得昏天暗地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滚滚就发现自己好像知道冷热了。咦，风姑姑跟雪姑姑在咬滚滚，通通的。云堂被他天真的形容可爱到了。咦，他们家的仔仔怎么一直响，吵死神了。云堂，我有些话要同你说清楚。正好，我也有些话要问你。滚滚悄悄地赶紧把自己的小耳朵也连上。信号还可以。我知道，
当年你娶我并非自愿，但这些年，你可有一刻真心待我如妻？你我夫妻之情，怎会作假？你不信我？是吗？紧接着，他就听到了叶向瑶的心里话。当年是你死皮赖脸抢了云溪的亲事，我才被迫娶你。你我有共患难的情分，于理于法，我都会尊你为正妻。但除了正妻的名分，别的你休要妄想。我死皮赖脸抢亲？若非有滚滚送他的这对耳朵，他这辈子都不会知道，这些人竟如此的颠倒是非。那你和他何时开始的？他压住情绪，低声又问。这还重要吗？我若说一开始只是意外，你会信吗？你我成婚12年无所出，我乃世家子弟，子嗣何其重要，就算不是江云溪，也会是别人。与其让别人生，不如让我喜欢的女人生。咦，他在迷惑你。滚滚昨晚看到他跟坏姨姨5年前就财运共通啦。云堂听得真切，瞬间明白了什么意思。成亲12年无所出，真是好大一顶帽子。他与叶向瑶成亲当夜，叶家就被卷进夺嫡案，抄家流放。流放的7年，他只能和叶向瑶分银服役，连见面说句话都是奢侈。后来新帝登基，叶家平返回京，不过半月，叶向瑶便自请驻守青州，与他两地分居长达5年。他每年冒着严寒，千里迢迢前来探望，短短半月相聚，却还被他们下了绝嗣药。到头来，这顶无所出的帽子还要扣到他头上，成为他与江云溪苟且的遮羞布。我知道你一时无法接受这些，但我瞒着你，难道不是为了你好？就算我娶了云溪为平妻，京城的北定将军府也只有你一位将军夫人。等我和云溪的孩子长大了，也会尊你为老夫人，让你享受一世荣华富贵，这样你还不满意吗？满意？别说云堂，就是滚滚听到了这渣言渣语都惊呆了。咦，我的小天道呀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去！圆圆和爹爹行至锦州城郊，支了个烧烤摊儿，正在享用美食。真好吃。是不是风太大了？没有，就是刚刚好像有一阵八卦的风吹过去了。爹爹，我还想要2串烤鱼。咦，你看，狼心狗肺是捂不热的，他要把你一个人丢回京城，伺候他全家，自己继续在外面逍遥快活。云堂明白滚滚说的是事实，被自以为恩爱的假象狠狠地扇了一个大耳光。12年的，就是茅坑的石头我都该捂热了吧？可他的付出换来的不是真心，而是他的欺骗与施舍。云堂痛极了，也清明极了。叶将军，我们和离吧。和离？江云堂，你拿什么和我和离？你1无钱财傍身，2无娘家出头，3无官身诰命。只要我不愿意休妻，你如何与我和离？离开了我，这世上还有谁能给你容身之地？咦，还有滚滚！叶向瑶注意这个小东西很久了，突然被他一吼，一时间竟未缓过神来。云堂赶紧将滚滚护在身后，他当然知道他一无所有，他的嫁妆早在抄家之时被一并冲走。叶家的铺子虽然都是他在打理，却和他没有半分关系，而娘家从来都不是他的后盾。只要叶向瑶不愿意，他就能耗他一辈子。可他心意已决，叶将军已有新妻，又何必求着救人？难不成是怕被人诟病忘恩负义？叶向瑶神情瞬变，明显是被戳中了痛脚。云堂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，嘲讽地丢下这句话，便抱着滚滚出了驿馆。滚滚捧着云堂冰冷的脸，左边吧唧一下，右边吧唧一下。姨，我们现在去哪里呀？青州城北定将军府。姨不是要和离吗？怎么还去将军府呀？还没离呢，我现在仍是将军夫人。以后但凡让他们舒心一天，就是我江云堂无能。10张亮脑退服没有白用耶。冲呀！
江云熙烦躁地依偎在他怀里，努力想听他的心声，可一连试了好几次都没用。姚郎，怎么回事？贴这么近都听不见，怎么什么都听不见了？最后只能小心翼翼地开口：姚郎，都是希儿的错，若非希儿这见不得人的畜生，当初能陪姚郎同甘共苦的人就是希儿了，姚郎也不会有今日的为难。不怪你。江云熙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再次试探地开口：那姐姐她同意了吗？叶向瑶一时没说话，想着云堂决绝的神情，还有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崽子，由不得他。青州城，云堂的马车一到北定将军府，管家就规矩地将人请了进去。夫人，奴才估摸着您这1-2日就该到了，梅园该准备的东西都一应备好了，您请。咦，你要去的这个地方闻起来好穷呀。咦，你要去的这个地方闻起来好穷呀。之前叶向瑶还说梅园的梅花最是好看，是亲自为我挑选栽种的。叶向瑶每3日才抽空去他院里一次，他不在的时候都是窝在梅园里看梅花。我的脑子应该就是那时候看坏的，我要换院子，不住梅园。夫人，这奴才可做不了主啊。我乃将军夫人，想住哪个院子自己乐意就行，何须你来做主？哪个院子闻起来最有才气？那里才气最重了。确定？管家，我要住那儿。夫人，那边除了一处园子亭台，就只有库房啊。您对府中不熟悉，还是由奴才来安排吧。库房？那地方我是得趁着叶向瑶回来之前去一趟，将来不管合离还是被休，都拿不走叶家1文钱，不趁现在赶紧花掉，难不成留给他们？云堂抬脚果断走到了库房门口。夫人，库房的钥匙在将军手上，奴才也打不开啊。要不等将军回来，您取了钥匙再……要什么钥匙？这不就开了？管家被他这土匪作风吓得面无人色。金钱的味道。他指着最角落一大一小2个箱子说：咦，这2个。他当场数了数，银票3万两，银锭子大约4000两，字画什么的我不懂，唯有这银子我喜欢的紧，就他们了。滚滚赶紧掏出自己的大海碗。滚滚可会攒钱啦。反正这银子在我身上不一定保得住，于是果断地放了进去。只一眨眼，放进去的银票和银子就全都不见了，就没啦。说实话，有点肉疼。滚滚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香油钱，整个人都在扑哧哧的往外冒金光，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。姨放心，滚滚会分你1半的。姨今天又可以许一个愿望哦，好大的那种。云堂听到还能拿出来，松了口气。滚滚真棒！然后一大一小大摇大摆出了库房。管家见他们什么都没拿，一头的雾水，但还是赶紧让人进去检查了一番。滚滚小鼻子再次嗅了嗅，指向北边。那边有好院子，这里闻起来可有钱了。咦，我们赶紧去看看吧。云梦朝夕，一个夕字足以说明这是谁的院子，而且正好和梅园处在相反的方向。越往里走，院落的布置越精巧。别说梅园，就是他在京城的主院都不敢布置得如此奢华。云堂每看一眼，都像在嘲笑自己从前多么眼瞎。这里面的财气好奇怪呀，跟主人命格里的财气一点都对不上。你说，要是我一把火烧了这儿，会损自己的福报吗？夫人，您莫要冲动啊。若是秋日，我一定一把火点了这院子。可惜如今外头漫天飞雪，我想烧也烧不着。哎呀！咦，滚滚的真棒，着火了，吹不灭怎么办呢？你看，怎么吹都吹不灭。是吗？
半刻后，叶向尧的马车终于抵达青州城，还未入府，便已见府内火光冲天，而府中的奴仆们全被一杆红缨枪挡在前院的石子路前。叶向尧目眦欲裂：“江云堂，你疯够了没有？这里是北定将军府，你可知烧毁3品朝臣府邸是何罪过？”我是疯了，我在京城劳心劳力，打理叶家钟馗，省吃俭用，恨不能月月往边关送银子，却不想肥了你们这对狗男女的口袋。你们不是有银子吗？再去置办不就行了？叶将军若实在不服，也可送我去官府，正好以我风名休妻，如何？叶向尧一口气狠狠憋在了喉咙口，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。对了，我要换院子，还没选好，等我选完了你那外室再选，否则他选哪个我就烧哪个。话落，他看也不看冲进来的江家人一眼，抱着鼓掌的滚滚转身进了后院。冰墩墩冰墩墩来来滑雪吧，雪融融雪融融真呀真好玩。将军，希儿的院子里面有好多珍宝，都是恒王府送来的，姐姐她怎么能……真是烦了他了，从前教他的礼法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昨夜想行凶弑母，今日又在府中纵火，他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叶向尧已经2天1夜未合眼，只觉得头疼欲裂。够了！江云熙自打跟了他，从未见过他对自己如此态度，而且他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，他根本猜不到。立马委屈地噤了声，还拉了下江老夫人的袖子。江老夫人也知道这里是将军府，她辈分再高，这会儿也得有眼色。叶将军，云溪虽不是我亲生的，但好歹是在武安侯府当做嫡女养大的，还差点成了豫亲王的侧妃。先救火，再将媳妇人院子里的东西重新置办一份，直接送到正院。江老夫人闻言这才笑了。江云熙更是难掩目中喜色。姚郎，我知道姐姐现在是在气头上，这些时日我一定尽量避着她，不给姚郎添麻烦。叶向尧总算听到了一句还算称心的话。将军，不好了，府中库房里的银票和银锭子都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回媳夫人是夫人烧院子前先去了趟库房，后来奴才才发现银子不见了。可夫人从库房中出来的时候，手上并未拿着银子呢。叶向尧好不容易浇灭的怒火又冒了上来。江云堂！梅园里，江氏和滚宝最终还是住进了这里，毕竟只有这儿东西齐全。滚宝吃了些糕点，睡了个午觉，然后穿着厚厚的衣裳，在院子后边堆雪人、挖狗洞。冰墩墩冰墩墩来来滑雪吧，雪融融雪融融真呀真好玩。叮咚叮咚嗨起来，好棒好棒。叮咚叮咚舞起来，说到做到，花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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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团结友爱朋友多，亲亲的雪宝宝。雪融融雪融融真呀真好玩。叮咚叮咚嗨起来，好棒好棒。正开心呢，身后突然伸来一只脚，将他一屁股踢了个倒栽葱。滚滚人小身体胖，穿的还厚实，一下子就长在狗洞里爬不出来了。谁踢我呀？嘿呦！小野种，这是我家，你跟那个坏女人不许住在这里，都滚出我家！我是小野种，我是小菜人。被姿势所累，滚滚很用力地喊出一句口齿不清的话，被后院铲雪的戴巧听到了，忙扛着铁锹冲过来。大奴才，连大小姐你也敢打？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子，算哪门子大小姐？夫人说了，打的就是你们这种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阿猫阿狗。死奴才，你敢打我？我外祖母说了，等圣旨下来，我就是将军府嫡出的大小姐，我要把你们都赶出去，你们都是坏。闻声
赶来的云堂直接2巴掌扇在叶宵莹的脸上。滚！丫鬟吓得立马连滚带爬，捂着叶宵莹的嘴，拖着她滚出了梅园。救命！救命！你不是挺能耐的吗？怎么被人踢了一脚还站不起来了？戴乔，你也是，也不知道先把人抱起来。奴婢也没想到，滚滚他真起不来啊！滚滚可是很节约的神仙宝宝。小事情而已，不用能耐的。我还没有学会画符呢，用一张就少一张啦。他应该是趁着没人偷跑进来的。一会儿你拿着银子去外头买几个挥舞的奴才回来，把这院子给看牢了。是。夫人，若是圣上真允了将军的需求，那日后咱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这个事情归圣上管吗？那圣上是谁？他在哪里呀？圣上呢，就是能管天下所有事的人，是人间最有权最有钱的人。但圣上住在很远很远的京城，我们要坐半个月的马车才能到呢。滚滚瞬间抓住了重点。最有钱的人，那我能找到呀，就是太远了，不能亲自去，还得和奶奶睡觉养足精神。于是滚滚一回屋就蹲喝了3碗羊奶，倒头睡着了。嘿，你是不是叫圣上啊？京城皇宫内，年过40的叶帝正酣睡着，忽然感觉到有人在戳他。叶帝猛然惊醒，发现龙床突然多了个3岁的奶娃娃，长得胖嘟嘟圆乎乎，他以为自己发梦了，缓了一会儿才坐起来，震惊却不是帝王，镇定地问：小娃娃，你是谁？怎么会到朕这里来？我是小财神，来梦里求你办事的。爹爹说过，在人间求人办事要送礼的，所以我给你带了礼物哟。叶帝听到这里猛松了一口气，果然是梦，不然他还以为他的皇宫漏成骰子了。紧接着他眼中隐隐露出了兴奋的光芒。你真是小财神？那你想求我办什么事？滚滚将带来的雪人放在叶帝手上。这个你先收着啊。叶帝感觉到了如同实质的冰凉，竟让他有些分不清这到底是不是梦。就是北定将军府娶平妻，不可以答应哦，因为他们是坏人。叶帝今日刚看到北定将军叶向尧呈上来的折子，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儿，他还没想好怎么处理。就这事，若是朕不答应，你待如何？要给你一点小小的震撼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在威胁朕？你承认的还挺豪爽。滚滚办完了事，不喜欢和他多聊，撅小嘴儿就让他重新睡了。叶帝再次睁开眼，已经是第2日，龙榻上什么都没有，小娃娃和雪人都没有，但手边的被子上有一滩不明的水渍。找北定将军府的折子吧。让小太监翻找出北定将军府的折子，他故意用朱批批了个允了，随后便将此事放在一边。午间他照例准备用膳，贴身太监突然匆匆进来：圣上，天降异象，天降异象啊！四膳房刚传来消息，说养在那里的公主都有了身孕呐！你这老太监胡说什么？公主怀孕简直无稽之谈。千真万确啊，圣上！四膳房跟畜牧司的人都传开了，不止1头啊，20多头公猪都诊出了身孕呐！叶帝猛然想到梦里小娃娃说的要给他一点小小的震撼，